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关乎肾脏健康的救命秘方。台湾有洗肾王国之称，目前约有9万多名病人需要定期洗肾为生，估计慢性肾病患者更是突破90万人，每年健保耗费约新台币500亿元在洗肾治疗上。很多人的肾功能剩下一半时却浑然不觉，直到出现蛋白尿、肌酸酐飙高，才惊觉肾脏早已受损严重。为什么我们的肾脏这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被慢性伤害？究竟是哪些日常习惯让台湾人成为全球每100万人口透析率最高的国家？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一种不开刀不吃药的方法，可以在日常饮食中逆转肾功能呢？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肾脏健康的秘密，并公开那杯被称为救命黑咖啡的神奇饮品，抗发炎、通血管，甚至能让坏胆固醇狂降的秘方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揭晓5大日常伤肾的坏习惯，看看你中了几项。特别是第一个，许多人天天犯，甚至有90%人逛夜市买热食时都中招，等于在喝慢性毒药。坏习惯1，使用错误的容器盛装热食与饮料。您是不是常常在夜市买热汤或豆浆，老板直接用塑胶袋或保丽龙杯装给你，表面看似方便，但当滚烫的汤头撞上塑胶袋，您是否想到其中可能溶出大量的塑化剂和微量塑胶微粒？塑化剂是肾脏的隐形杀手，长期摄入会累积在体内，增加肾脏解毒负担。有些人喜欢用色彩鲜艳的塑胶碗盘或廉价的密封餐盒微波食物，这些器皿可能含有铅、镉等重金属或有害化学物质，在高温下渗出并悄悄被我们吃进肚子里。日积月累，肾脏就像默默加班的污水处理厂，被迫处理源源不绝的塑化剂和毒素。长期下来，肾丝球这些微小的血管过滤网会逐渐受损、硬化。我们往往浑然不觉，每天1碗袋装热汤、一杯塑胶杯奶茶，早已在杀害自己的肾脏。所以，从今天开始，务必检视所有接触食物的容器。外食尽量自备耐热的玻璃或不锈钢餐具。水杯拒绝塑胶袋装热食，微波炉加热请选择标示耐高温且不含双酚 A 的容器，或改用陶瓷、玻璃器皿，别再让错误的容器成为慢性肾毒，一口一口喝进身体里了。坏习惯2，滥用补品和保健食品，错误进补。台湾人爱进补是出了名的 from 小孩，吃增强体质的偏方，到壮年人吃减肥药、壮阳药，长辈吃各种关节保养品，琳琅满目的补药保健品吞下肚，而且常常一吃就是好几年。但您知道吗？许多号称天然或有效的补品，其实可能暗藏肾脏毒药。举个例子，有些中草药含有马兜铃酸，曾造成许多国人肾脏纤维化，甚至导致尿毒症而得患肾，称为中草药肾病变。再比如一些来路不明的成分，减肥茶、成分不清的偏方，长期服用会伤肝又伤肾。我们肾脏科医师在临床上就见过不少病人，因长期吃所谓偏方补药，结果补出肾衰竭的惨况。还有各种来自直销的维他命、钙片、草本配方，如果超量或长期不当服用，也可能让肾脏负荷不起。毕竟任何吃进体内的东西，最后代谢产物都得由肾脏过滤排出。当我们过度补充各种营养素或药草时，肾脏必须加班处理多余的物质，久而久之就像机器超负荷运转，零件提早磨损。在此奉劝大家，凡是连续服用超过3个月的补给品，一定要咨询医师，并定期抽血检查肝肾功能。不要迷信偏方或直销人员的单方面说辞，因为肾脏坏了真的很难恢复。与其盲目进补，不如均衡饮食，适当运动，让身体自然强壮，才是对肾脏最友善的做法。坏习惯3，药物滥用，随意吃止痛药、成药和抗生素，头痛脑热就自己买止痛药，吞喉咙痛就自己跑药房拿抗生素吃。在台湾买药实在太容易了，导致止痛药、消炎药被滥用的情况非常普遍。您可能不知道，许多慢性肾病甚至尿毒症患者背后元凶正是长期吃这些不经处方的药物。例如某些人有慢性偏头痛、关节痛，就天天吃止痛药来撑过日子。还有人为控制自体免疫疾病，自己长期服用来路不明的消炎药、止痛药、
像 NSAIDs 非甾体类抗炎药会减少肾脏血流，长期使用会伤害肾小管。某些镇痛解热成药含有对肾脏有害的成分，吃太多也可能导致慢性肾炎。抗生素如果不遵医嘱使用，不但可能让细菌产生耐药性，也会直接损害肾脏的过滤构造。其实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正确的吃。医师开立的药物通常会权衡利弊并监测肾功能，但如果我们自己乱买成药长期吃，等于拿肾脏健康去撞大运。要知道肾脏一旦受药物伤害，有时是不可逆的。建议大家以后凡是连续3天以上需要靠止痛药、消炎药来控制症状，就应当看医生咨询，不要长期自行吃药。绝对不要随意在药局买抗生素自行服用。珍惜你的肾，就从用药谨慎开始。坏习惯是不爱喝水，只爱含糖饮料，饮食重咸重甜，这几乎是现代年轻人最普遍的问题。台湾手摇饮店和便利商店密度世界第一，许多年轻人渴了只想喝奶茶、含糖饮料，反而不喝白开水。3餐宵夜也爱方便的加工食品、零食饼干，摄取过量的盐分和糖分，久而久之，肾脏苦不堪言。为什么呢？水喝太少，直接影响肾丝球过滤废物的效率。水分不足时，血液变得浓稠，废物浓度高，肾脏过滤压力大增，长期下来，肾丝球就会受损。而且水喝少也容易引发尿路结石和泌尿道感染，反复发炎感染更伤肾。更糟的是，有些人为不常上厕所，白天刻意少喝水，甚至憋尿，结果小毛病累积成大伤害。憋尿容易造成膀胱发炎、细菌上行感染肾脏，以及提高结石和痛风的风险。这些问题每一次发作都在削弱肾源的存活率。同时，高盐饮食会导致高血压，而高血压是肾衰竭最主要的推手之一。高糖高脂饮食则导致肥胖和糖尿病，而糖尿病更是引发肾脏病变的头号元凶。可以这么说，糖尿病、高血压、痛风这3大肾脏克星都和长期吃太咸、太甜分不开。因此，从现在开始，请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多喝白开水，每天摄取水量至少达到体重的3到 4%， 也就是如果你体重50公斤，每天至少喝 1500cc 的水，同时少喝含糖饮料，把饮料换成白开水或无糖茶。饮食方面，减少外食和加工食品，多吃新鲜食材，烹调少放盐，用天然香料、葱姜蒜、辣椒等增味。当你养成多喝水、低盐、低糖饮食的习惯，你的肾脏将减轻大半负担，慢性病风险也会随之下降。上面提到的4个习惯只是冰山一角，其他如长期熬夜、压力过大，导致免疫失调，夜间血压升高，肾脏得不到休息，长期抽烟和空污接触，尼古丁和 PM2.5 威力伤害全身微血管，包括肾丝球，久坐不运动，代谢变差，影响肾脏血液循环等等，都会加速肾功能恶化。我们肾脏每天帮我们辛勤地滤出毒素，每个坏习惯都是在跟自己的肾源细胞过不去。如果您中了以上好几项，也不用太恐慌，现在开始改正仍旧不晚。避免这些伤肾行为，就是保住肾脏的第一步。然而，光是避开坏习惯还不够，有没有什么积极的做法能帮助我们强化肾脏，逆转已经受损的肾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一套被肾脏科医师称为不动刀、不吃药的救命饮食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每天饮用黑咖啡，它的护肾秘招。一位肾病患者仅仅改变了厨房里的这一瓶油，再搭配每天1-2杯黑咖啡，结果短短3个月，肾功能指数节节上升，坏胆固醇直接从200多降到70，成功远离洗肾命运。这听起来像不是药胜似药的奇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以洪医师的一位病患故事为引子。这位55岁的女士罹患糖尿病多年，平时很养生，坚持自己下厨，饮食清淡，也固定运动。但即便如此，她近年的血压、血糖依然控制不理想。更糟的是，血脂节节升高，肾功能持续下降。检查发现，她的肾丝球过滤率 eGFR 只剩下大约50分，
正常应有90分以上出现了微量蛋白尿，显示肾脏已经开始受损。洪永祥医师详细询问生活细节，发现了一个线索，他虽然自主，但使用的都是市售普通调和油来炒菜，调和油多半含有过高的饱和脂肪，长期使用不利心血管健康。于是洪医师给他调整了2件事：严格控制三高，透过药物和饮食控制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把家中烹调用油全部换成特级初榨橄榄油。同时每天早餐后喝一杯加了橄榄油的黑咖啡。仅仅3个月后，他再回诊时出现了令人惊喜的变化，肾丝球过滤率从50分回升到超过60分，几乎重返正常水平，尿中的微蛋白几乎测不出了。更令人称奇的是，他血中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从原本的210 μg/dl 骤降到不到70 μg/dl， 这几乎相当于直接把心血管风险从极高拉回安全范围。要知道，坏胆固醇降到70以下，通常是需要高剂量降脂药物才能达成的成果，而他完全没吃药，只是换了食用油和喝黑咖啡而已。连医师都不禁感叹，这简直是将坏掉的肾脏拉回悬崖的一大步。那么黑咖啡加橄榄油这个救命黑咖啡究竟有何玄机，竟能达到如此惊人的抗发炎、通血管效果呢？我们先来看看黑咖啡本身对健康的作用。过去许多人担心咖啡伤肾，以为喝咖啡会利尿伤身，但最新医学研究和临床经验其实证实了适量黑咖啡对肾脏有保护作用。肾脏科权威江守山医师就曾点名黑咖啡为能强化肾丝球的6大食物之一。黑咖啡富含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例如绿原酸、咖啡酸等，具有抗氧化、抗发炎的效果，可以减少肾脏发炎损伤。同时咖啡因能促进新陈代谢，加速脂肪分解，提高热量消耗，对控制体重有帮助，间接也减轻了肾脏负担。更有趣的是，黑咖啡中还含有微量的褪黑激素，也就是褪黑激素 melatonin。 褪黑激素不仅影响睡眠，它本身也是强力抗氧化剂。有研究发现，它能降低蛋白尿，延缓肾功能恶化。江医师指出，酸樱桃和开心果中也有类似的褪黑激素成分，这些食物都对肾丝球有益。因此每天适量喝黑咖啡，例如1到2杯，长期下来有助于降低慢性肾病风险。事实上，一项大型统计研究发现，每日饮用2杯咖啡的人，罹患慢性肾脏病的风险显著低于不喝咖啡的人。甚至有研究显示，每天增加1杯咖啡，罹患肾病的风险就下降约 3%。 此外，黑咖啡还能稳定血糖与血压。咖啡因短期内会让血压略升高，但长期观察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高血压风险不增反降，可能与咖啡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血管功能有关。稳定了血糖和血压，就间接保护了肾脏，因为糖尿病和高血压正是伤肾的头号敌人。咖啡的利尿作用适度增强肾脏排水功能，有助排出代谢废物，避免毒素长期滞留。但这个利尿作用对正常人是安全的。研究指出，只要不一次喝下过量咖啡，例如5-6杯以上，它对体内水分的影响很有限。所以每天1到2杯黑咖啡其实是在帮肾脏冲水管路，清除沉积废物。综合来看，黑咖啡就像肾脏的守护神之一，抗氧化减少发炎，促代谢减轻负担，又能预防三高。难怪洪永祥医师强调肾脏病友可以适度饮用黑咖啡，因为种种研究已经颠覆了我们对咖啡的迷思。当然，咖啡要喝得健康，2个前提很重要。第一，不能加糖加奶精。我们这里强调的是黑咖啡的好处，如果咖啡加入大量2砂糖、奶精球，反而摄入太多糖和反式脂肪，对肾脏和心血管有害。第二，注意装咖啡的容器。前面提到，买热饮最好自备环保杯，就是因为纸杯内层的塑胶涂层遇热会释出塑胶微粒。想象一下，你每天早上都用纸杯买1杯热拿铁，10年如一日，这等于长期喝下微塑胶鸡尾酒。微塑胶进入血液后，肾脏无法完全滤除，会在体内累积并引发慢性发炎。所以爱咖啡也别忘了爱肾脏，
自备不锈钢或玻璃咖啡杯，远离塑胶材质对健康的不良影响。了解了黑咖啡对肾脏的种种好处，我们再来看看橄榄油为什么会成为加在咖啡里的一样东西。其实，橄榄油本身就是地中海饮食的核心，被誉为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用油之一。特别是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 Extra Virgin Olive Oil， 简称 EVO， 因为未经高温精炼，最大程度保留了橄榄果实中的宝贵营养成分。EVO 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抗氧化物，包括橄榄多酚、维生素 E 等。长期以来，大量医学和营养学研究显示，每天摄取适量初榨橄榄油对健康有诸多好处，保护心血管，降低坏胆固醇，提高好胆固醇，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稳定血糖，预防第二型糖尿病，减少肝脏脂肪堆积，预防脂肪肝，抗氧化、抗发炎，降低某些癌症和退化性疾病风险等等。对于肾脏病患来说，橄榄油的这些作用可说正中下怀。为什么？因为肾脏最怕的就是血管阻塞和慢性发炎。很多肾友的肾动脉因高胆固醇而硬化狭窄，肾脏供血不足，导致功能衰退。而橄榄油中的好油脂能清除血管坏油脂，降低 LDL 胆固醇，同时提高血管弹性，促进循环。前述洪医师案例中，病人换用橄榄油3个月，坏胆固醇从210降到70，就是橄榄油护心护肾威力的最佳示范。另外，慢性肾衰竭往往伴随全身慢性发炎状态，而 EVO 富含的多酚就像天然的消炎药，能抑制发炎介质生成，减轻肾脏发炎反应。橄榄油还有轻度润肠通便作用，这点别小看。肾功能不好的人常有排便不顺或淡质血症，高纤饮食和顺畅肠道有助于肠道帮忙排除一些毒素负担，减轻肾脏压力。总而言之，橄榄油等于护心加抗发炎加降胆固醇的全方位选手，对肾脏这个血管器官当然有益。既然黑咖啡和橄榄油各自都有这么多好处，那把两者结合会产生什么奇妙的化学作用呢？洪永祥医师将黑咖啡加橄榄油称为护肾新霸主的组合，对糖尿病、心脏病、肾脏病等糖心肾、慢性病患者特别有帮助。黑咖啡提供抗氧化与促代谢，橄榄油提供抗发炎与降胆固醇，两者一冷一热，相辅相成。更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咖啡加橄榄油都眉头一皱，心想咖啡加油不会很恶心吗？其实只要方法对了，橄榄油咖啡不仅不怪，反而出乎意料的香醇好喝。有人形容口感有点像拿铁或坚果咖啡的风味，带一点淡淡的果香和滑顺。想象一下，热乎乎的黑咖啡里缓缓倒入一匙金黄透亮的初榨橄榄油，拿小搅拌器一打，油脂迅速乳化，漂浮起一层细致的咖啡油泡沫，啜饮一口，香浓顺口，毫无油腻感。这就是救命黑咖啡的正确喝法。那么具体该怎么制作这杯护肾咖啡呢？洪医师建议使用240毫升的热黑咖啡，约一大杯美式咖啡大小，搭配1汤匙约10到15毫升的特级冷压初榨橄榄油。制作时有几种方式可选择，以下介绍最简单也最推荐的一种，使用迷你电动奶泡机，将新鲜煮好的热黑咖啡倒入马克杯中，加入1汤匙橄榄油，然后用电动奶泡器在杯中高速搅打大约10到20秒。您会看到橄榄油在咖啡中迅速乳化，形成一层细致绵密的金棕色泡沫。完成，现在就可以享用了。用这种方式乳化后的橄榄油咖啡，口感格外顺滑，不会有明显的油浮在表面，也没有奇怪的灿油味，反而带点坚果般的香气。如果没有奶泡机，也可以将咖啡和橄榄油一起倒入果汁机或带盖的摇杯中剧烈摇匀，同样能达到乳化的效果。重点是要热的咖啡，千万别用冰咖啡直接混橄榄油，因为冰的温度会让橄榄油凝结成小颗粒悬浮，口感油腻外，还特别容易刺激肠道。有些人贪图凉快，用冰美式加橄榄油，结果喝完狂跑厕所。这是因为冰咖啡本来就可能让肠道蠕动变快，偏软便，加上冷油难以乳化，更重地润滑肠道，所以容易腹泻。相反地，热咖啡有助油脂充分乳化，更好入口，
也比较不会拉肚子。因此，救命黑咖啡务必要用热的来泡来喝。除了正确的冲泡方式，洪医师也提供了几点贴心提醒。首先，如果您喝一般咖啡就会心悸手抖，或是有严重肠燥症，很容易腹泻的人，这种橄榄油黑咖啡就不建议尝试了。毕竟每个人体质不同，咖啡因和油脂对有些人而言刺激性较强，如果对咖啡或橄榄油本身过敏，那更是不适合。其次，胆囊已切除的朋友要注意，可以从小剂量开始尝试，比如先用50毫升咖啡配一茶匙油试试，确定不会引起腹痛腹泻，再逐渐增加到完整一杯的量。这是因为没有胆囊储存胆汁，突然一下子摄入油脂，可能引起消化不良或肠胃不适，所以要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最后，最佳饮用时机是每天早上或上午喝。一方面早上喝可以提升精神，增加代谢；另一方面，橄榄油、黑咖啡也可以直接作为早餐的一部分。如果您早上食欲不佳，用这杯取代早餐或搭配少量食物也可以。洪医师建议每天1到2杯橄榄油黑咖啡即可，每杯咖啡约240毫升，加橄榄油10到15毫升，不要无节制狂喝。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过犹不及。如果遵循以上原则，相信大多数人都能享受这杯健康咖啡带来的好处。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问题，肾脏毒素能不能不靠洗肾就排光光？看来答案是有可能的。我们不需要等到肾衰竭走投无路，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给肾脏满满助力。先戒除伤肾的坏习惯，减少对肾脏的打击，再养成护肾的好习惯，比如每天来一杯黑咖啡、橄榄油，多吃新鲜蔬果、鱼类、蒜头等抗发炎食物，补充足够水分等等。我们的肾脏其实很有弹性，往往在严峻条件下默默支撑好多年，只要给它一个转机，它可能会出人意料的给你逆转。肾还记得前面那位病人吗？3个月内肾功能飙升35分，几乎重回正轨。还有另一位60岁阿姨，糖尿病15年导致肾功能跌到只剩50分，也是在医师严控血糖并加上1天2杯黑咖啡的建议下，短短3个月肾功能冲回60分以上，尿蛋白消失无踪。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肾脏病并非不可逆的宿命，我们可以透过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大改造，给肾脏第2次生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杯咖啡加1匙油就能包治百病，取代医生。但这救命黑咖啡背后蕴含的原理，抗氧化、抗发炎、改善代谢、降胆固醇，正是现代医学确认对肾脏有益的方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辅助治疗或日常保养的方法，特别是在台湾这样一个洗肾盛行的地方，每个人都该及早行动，保护自己的肾脏。不妨从明天早上开始，就为自己冲调一杯香浓的橄榄油黑咖啡，开始新的一天护肾之旅。同时记得多喝开水，少熬夜，多运动，远离塑化剂和不必要的药物。一点一滴的改变，累积起来就是对肾脏最大的善意。或许有一天，我们不再被称为洗肾王国，而可以自豪地说，台湾人终于摆脱了尿毒症的阴影。让我们一起努力，爱惜我们的肾脏。毕竟，人生下半场的健康，全靠这对默默工作的沈默英雄撑着。我们手中的每一杯救命黑咖啡，都象征着对健康主权的掌握。用简单的日常行动，换取长远的生命品质。现在就邀您一起举起咖啡杯，为自己的肾干一杯健康。祝大家肾脏强健，远离洗肾，在人生道路上跑得长远而有力。